这个是2024年款的 Volvo XC90，由 Volvo Cars Malaysia 在2023年9月的时候推出。那到了第二代的 XC90 是一个2015到2016年间推出的车款，至今有超过7年的时间。但是在这7年里面 ，Volvo 为 XC90 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升级，从硬体到软体都跟早期一开始推出的 XC90 有着很大的不同。打个比方，现在这个 PHEV 呢，最早它的锂离子电池是9个 kWh， 后来升级到11 kWh， 现在是18.8 kWh。纯电动的续航里程可以从70到90公里，以前大概是30-40公里就没有了。那除此之外呢，它现在也支援 Two Phase 或 Three Phase 的6.4 kW AC 慢充，所以你用6.4 kW AC 充电，只要3个小时就能够充满。那如果你用2.4或者1点多，大概要5个小时，甚至最久可以到13个小时才能够充满。那除此之外呢，这个 XC90 就跟进了之前我介绍的 C40 跟 XC40， 采用 AAOS 的 Android Base 作业系统，所以里面最新的就是加入了这个 YouTube 的 App 在里面。So 它现在分为 B5 Ultimate 418,888块，跟 T8 Ultimate 438,888块。然后这个 B5 跟 T8 的 spec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 Powertrain 之外，所以两款车都有 Power and Wilkins 的影响。那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我靠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我是戴主义 ，Let's move on。在尺寸上 ，XC90 的对手是 BMW X5 和 Mercedes GLE， 因为他们都有提供7人座版本。但在结构上，因为 SBA 平台这边用的是横置引擎，而不是纵置引擎，所以结构上你很难会直接拿来跟 Mercedes-BMW fight。那同样是这个 2.0L 的 Twin Engine， 就是结合了 Supercharge 和 Turbocharge， 它现在有462个 PS 跟709个 Nm。因为 Volvo 加大了它的这个 Electric Motor 的 Output， 就让它电动马达更加的有力，达到综合709个 Nm， 0到100只要 5.3秒。如果是纯汽油版的呢，0到100是 7.7秒。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瞬间扭力的加持，让它的动力大幅度的提升。那B5 跟 T8 他们用的都是8速自动变速箱，然后这个车子是 All-Wheel Drive， 因为后轴是由电动马达驱动，前轴就主要是由引擎来驱动它。那它除了这个动力数字上的加大之外，其实 Volvo 也在它的这个 2.0L Turbo 引擎上面做了很多的 refine， 很多的 retune， 让它更加的 smooth， 更加的安静，更加的efficient 就是更加的有效率这样子，所以它已经到这个，我觉得是到这个 2.0 引擎的巅峰了。因为再上去可能就他们也不要卖汽油了，因为大家知道 Volvo 2030年过后已经要淘汰掉这个汽油车，就是交由EX90 来取代这个 XC90 的地位啦。2024 Volvo EX90 基于 SBA2 的纯电动平台打造，采用 CATL 的111 kWh 锂离子电池，续航里程在600公里左右。跟 XC40 的情况不同， Volvo 并没有推出一款纯电动的 XC90， 而是推出一个全新的车型 EX90。所以 XC90 和 EX90 在现阶段会同时销售，直到 EV 完全取代 ICE。这是2024年升级版的 XC90， 很重要要强调是升级，不是改款。因为如果你说改款，改了什么款，哪里有不同？不是一样的东西咩？所以它还是那个 XC90， 但是2024年的版本现在提供给你 Charcoal， 就是褐色的 Nappa Leather 皮革座椅，然后这边同样有 Auriforce 的水晶排挡杆，搭配开孔式的木纹这样子，所以就质感方面还有搭配了这个1410瓦19个 speakers 的 Power and Wilkins 音响。以前是 Inscription 不给你 ，Inscription Plus 给你，现在你买到 B5 Ultimate 有 Power and Wilkins， 你买到 T8 有 Power and Wilkins。那在我3年前试驾了 XC90 之后，我陆续也试了不少的 Bentley、Rolls-Royce、Ferrari。我必须讲 ，Volvo 的这个 Power and Wilkins 真的不会输给那些 Ultra Luxury 品牌的高级音响系统。就上次我驾 Pro 上轨的时候讲到 Power and Wilkins， 那我听一下，我觉得其实 XC90 也可以给到你这样子的一个高级音响体验。这个也是 Volvo 的一种价值啦。
哪怕你到今天我们拿来跟 X5 的 Harman Kardon、Mercedes 的 Burmester 比，这个 Bowers & Wilkins 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的音响系统。那除此之外呢，这个 XC90 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呢，它用的是跟 C40、XC40 一样的 AAOS 作业系统。所以这个最新的版本，它给你看 YouTube， 然后 Volvo Cars Malaysia 提供给你5 years 的 complimentary Google Assistant、Google Map 等等，就给你5年的免费 Google Service 啦。然后在这个电子仪表板里面呢，你可以去投影你的 Google Map。当然你会讲，我买到一个 XC90， 这么我用的东西跟 XC40 一样的 ，But that's Volvo， 这就是 Volvo， 这东西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它给你很好的安全辅助系统，从硬体到软体，它的测试等等，全部都是一等一水准的，完全不是同价位的德系对手可以给到你的这种安全感。你去讨论 Volvo 有没有 ACC， 完全是在侮辱 Volvo 啦，可以这样讲。So 整体上，因为我们相信这个 XC90 已经去进入到了一个夕阳西下了，因为我们看到 EX90 同样是直列式萤幕，不过不是内嵌式，采用的是悬浮式更薄更宽的中央萤幕，看起来更加的先进。那你现在看回去这个 XC90， 你知道吗？可能是5、6年前的设计就会有一点老土这样子啦。重要是它的功能、它的质感、它的实用性，老不老土这个这个见仁见智啦。XC90 是一辆非常舒服的车子，特别是在它的第2排。那首先椅子的话，它是手动调节，不是像 GLE 这样子要去等它啦。可以收。这边可以给你调整冷气的风扇大小，然后它这个是 touchscreen 来的，冷气是2个朝上，而且柱子这边也有2个。那第3排的柱子也是有冷气出风口，再加上现在2024年的 Volvo PHEV 全部都标配了这个可以看到飞机的全景式玻璃天窗，然后中间这一排座椅呢，它是可以独立的去跟它倾倒下来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形成一个小椅子有一个走道可以这样跨过来中间这样子啦，所以灵活性、舒服性，还有这个全新的Nappa Leather皮革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然后椅子的各方面都可以调整。锂子电池是放在了这个地方，所以它中间会凸起来。那我相信在纯电动平台以后，这个问题会迎刃而解，会得到解决，因为不再需要放电池，电池可以平铺，而不是集中在中间这样子啦。2024 Volvo XC90 提供全新的 Vapor Grey 配色 ，T8 版本用275/45R20 的黑色钻石切割轮圈。那 V5 和 T8 都有 Air Suspension 空气悬挂，你能够主动让它降低50个 mm， 方便上下行李。在 Off-Road 模式，它还可以再升高40个 mm。所以平时你是不用去管它的，它会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自动调整避震器的充气量。我们来看第3排的空间，我的身高是178cm， 坐直的话会碰到车顶，然后这边有冷气出风口，所以3排是 SUV 来说 XC90 算是相当宽敞的。第3排椅背直立，能够放下不少东西，把它放倒之后能够放很多东西。那地板底下还可以收纳家用充电器，而第2排中间内建的 Child Booster，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虽然这个 XC90 有462个 PS、709个Nm， 0到105.3秒。但我总觉得这个并不是它的重点，因为我相信买 XC90 的人，你要的就是它的 smooth and quiet， 你要它很流畅、很顺畅、很安静。很简单的，如果你要它很有爆发力，你要它有绝好的这个操控表现，你大可以买 BMW 和奥迪的，这个尺寸的 SUV。所以，即便我现在 steering feel firm 就所谓的 sport steering， 它的整个转向力度还是偏软。它已经在 Sport 了可是它还没有到完全不到 BMW 甚至是 Mini 的这种硬邦邦的程度，所以它整个转向是偏软偏 soft， 我觉得舒服才是它的主打。那你说709个Nm的综合扭力，就单是电动马达就有超过300个Nm了啦。它的重点并不是让你好像电动车这样子去体验
加速还是你知道吗0到100，而是电动马达更有力，也就让到引擎的负担可以不要这么大，引擎不用拉到这么高转，它的电动马达就能够去辅助它。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输出都是针对 effortless 去调教，就它不见得是真的是一起步，好像凯宴，你知道吗？好像6 cylinder 的 BMW SUV 呜这样子，它给你的是一种接近无声无息的这种。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 Volvo 的这个 2.0 的 Twin Engine 就是 with Supercharged Turbocharged， 它的问题就是很粗糙啊，特别是搭配这个 XP 的 Automatic Gearbox 啊，你一在踩的时候，低转的时候高转的时候，它会这样子，你会觉得它不是这么 fine 啦。Compared to Mercedes、BMW 的 2.0T 来讲，这个引擎是相对潮的。但因为 PHEV 嘛 ，PHEV 电动马达就能够去隐藏掉它。尤其你充满电过后，刚才我一上车，我走了前面大概50-60公里都不需要用到我的这个燃油，一滴都不用。所以 PHEV 在这边当然有好有不好，不好就是车子重，因为它2350公斤，你会 feel 到这个 body roll 呢，你多快一点点，你就 feel 到有一点那个 body roll 了，来了一点点罢了，所以它它不是给你这样子驾的啦。所以相反之呢，如果你驾奥迪 Q7 的操控肯定会好过它，但是因为它后边用的是 Leaf Spring 板弹簧再搭配这个 Air Suspension， 所以跟其他的 PHEV 不同的是呢，它的行李箱空间是非常大的。即便我把第3排椅背升起来过后，这个车子你驾慢慢，它所有的这些避震悬挂处理，我觉得都是相当的上乘的啦。所以我不确定 Volvo 在你心目中的这个排名，它的 brand image 到底是在哪里。可是我们就sportiness 还是 BM、Audi 会比较好。但你讲舒服性，我觉得这个车子绝对能够给到你这种400多千，可是它已经有接近800-900千的 Ultra Luxury SUV 的这种感觉。更何况我们还不要提到安全辅助系统这些东西等等。所以现在新款的 XC90 呢，它的整个东西变得非常的简单，我甚至找不到 Driving Mode 驾驶模式，所以我必须要多此一举的去到这个 Driving Mode 里面它有 Hybrid、有 Power、有 Pure Off-Road 跟 Constant All-Wheel Drive， 因为它后面是用电动马达去 engage 的，所以你可以给它长时间都处于 All-Wheel Drive， 但是又吃电又吃油，所以你没有事情就不要去那边，那你就处在 Hybrid Mode。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的这个静止加速的表现怎么样。3、2、1 ，Go！ 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因为我听到引擎是有那一种咆哮声，可是不懂啦，我觉得它一般一般这样子啦，因为传统的燃油车就是很大声，然后好像 M340i， 好像 V8， 那种感觉你会很享受。那电动车就是安静到很安静那一种，不然就是给你一点 fake sounds， 给你一点 iconic sounds。可是刚才那个感觉是，它好像一个很小的 engine， 1点多、1.0、1.5这样子，然后再搭配 PHEV 去 push 它这样子啦。但你讲好听吗？我又觉得很。在还没有再加大到这么够力之前我上一次加的407个 PS、640 Nm 的 Volvo 都已经很强了，这个709，看嘛。换作在3年前呢，我早就已经对这个动力赞不绝口，会觉得哇很强、很快、很怎样。可是因为你知道电动车它会打开你的这个胃口所以你现在加到这个车 ，OK， 它有力它就是这样有力了。它再怎样有力，一个 PHEV 再怎样强、再怎样厉害。它也不是电动车，它也没有100% 的这个 instant torque 瞬间扭力，你还是会 feel 到这个 turbo lag， 但它的 lag 很快的就被它的电动马达去消除掉它。那这个 iSyn 的8速自动变速箱呢，怎么讲？它会比较倾向于 comfort， 而不是这么 sporty 的一套变速箱，所以它很难去跟 ZF、BMW 用的 ZF 也好 ，Porsche、Audi 用的 ZF 去比啦。但 cornering。OK， 在出弯那一下，你会觉得整个人要抖一下这样子，
So 呀，再次强调，它是主打 comfort、主打 smooth ride 的一辆车子。如果你要它比较轻、比较好驾，你就去选择那个 2.0L 48伏的 Mild Hybrid XC90，它比它轻了180公斤，所以应该会更好驾啦。怎样说，它还是整个是偏伏，但好就好在它的隔音非常的好，尤其是它在过滤这些路上的碎震的时候。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一些2024年升级的东西啊，比如说像 YouTube 啊、Android Automotive 啊，还是它的这些外装套件啊，其实都不会对它的驾驶改变太多啦。所以就跟我3年前的时候介绍的 XC90 T8 Inscription Plus 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但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来到2024这个 XC90 在市场上还有没有办法跟时下最新的 X5 和 GLE 比？这个就见仁见智啦。因为它卖438千，我觉得是相当合理的。可是我们考量到，随着这个电动车的大举进攻，我还不要讲到什么 iX 啦、QX e-tron 啊。单是 Volvo 过后自己要再卖这个 EX90 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就会被自己打自己啊，因为它是 CKD 本地组装没有错，它只是获得了部分的 incentive， 部分的这个税务豁免。但如果 EX90 是纯电动 SPA2 平台来到的时候，它搞不好比它更便宜，所以到时候我觉得就直接买 EX90 就好了。但如果你还是对于电动车基础设施抱有观望的态度， Yes， 你就买 XC90， 你要打油，它可以打油；你要充电，它可以充电。它没有电的时候，引擎可以驱动车子；那它没有油的时候，电动马达可以驱动车子。假设我现在油缸只剩下2个litre的油，我没有油了，你可以去榨电，榨完过后它可以走60-70公里，就当它是一个电动版的 XC90。所以今天这期主要是给大家复习一下 Volvo Cars Malaysia 在2024年对 XC90 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去让它能够在市场上面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我是戴主义，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最后one cut。因为像我坐在第3排的话，我是能够直接看到它的，因为有时候可能不知道，可能 baby 还小，他要看到东西、看到人，他才会比较有安全感。然后我现在绑着 seat belt 啦，当然。所以你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伸手过去这边给他一些东西，或者是帮他抹嘴巴还是什么这样子啦。他放的